美国空军现在最紧要的任务就是防止中国空军摧毁它的高价值空中资产。为此，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启动了一个新的项目，叫做“怪兽计划”。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今天的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媒披露，美国空军试图保护其大飞机不受中国快速智能导弹的攻击。美国福布斯网站在9月14号介绍了美国空军正准备启动一个为期5年、耗资1.5亿的新项目，为空中加油机、预警机或轰炸机等体型巨大而飞行速度较慢的高价值空中资产研制自我防护系统。这个项目反映了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对美国空军造成的压力，换句话说，都是被中国逼的。纵观冷战结束以后的30年的时间里面，美国一超独大，美国空军在全球是如入无人之境，在所有战争中都能够取得完全的制空权，丝毫不用担心所谓的高价值空中资产被敌方击落。然而，中国的崛起让美国踢到了铁板。这个项目有如下背景：以东风快递为代表的中国远程攻击力量的迅速的发展，使得在中国海岸线以外至少2000公里的区域内，美军所有的空军基地和航空母舰都是不安全的。这导致在未来的中美冲突中，美军将被迫退到2000公里之外，向中国发起进攻。但这又引发第二个问题：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和海军的舰载战斗机作战半径都比较短，即使携带副油箱，也很少有战斗机的作战半径能够达到2000公里。这就导致美军的战机从远离中国海岸的机场和航母上起飞以后，必须依赖空中加油机进行加油，才能够抵达中国海岸附近的导弹发射阵位。中国装备了大量远程战斗机，能够在中国海岸线以外将近2000公里范围内构建空中防线。比如说进口的苏30、苏35，国产的歼16和歼20等战斗机。他们在使用内油的时候，作战半径就可以达到1500公里以上；如果挂载副油箱，作战半径可以达到2000公里。使用加油机的话，作战半径更远。中国还研制了霹雳15的远程空对空导弹，推测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到400公里，专门用于对付美军的加油机、预警机、反潜机、电子侦察机等大型作战支援保障飞机，也就是美军所谓的高价值的空中资产。此外美国空军还担心中国新型远程地空导弹和空空导弹具有多模式的导引头。传统上导弹只有一种导引头，红外行敌、主动雷达或者是被动雷达行敌，这3种任选其中的一种。那美军认为中国研制的新型导弹能够在这3种行敌模式之间进行切换，以对付美军装备的干扰机。如果美国军机启动干扰雷达，那导弹将会切换到红外制导；如果美国军机欺骗红外导引头，那导弹可能会切换到被动行敌导引头上。福布斯的文章说，美国空军现在最紧要的任务就是防止中国空军摧毁它的高价值空中资产。为此，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启动了一个新的项目，叫做“怪兽计划”。这个项目下面有9个部门，每个部门都以一种日本怪兽电影里的怪兽来命名，比如说哥斯拉、金刚等等。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打算开发一种集成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多模干扰器，能够根据来袭导弹的制导模式的变化而变化，称为闭环感应和自我保护干扰。这种干扰器将多种传感器和各种干扰器结合起来，并且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的结合。美军打算在2026年开始为其所谓的高价值空中资产安装这种干扰器，包括36架 E3 预警机、几十架 RC-135 侦察机和400多架 KC-135 加油机。美国空军把宝压在被动干扰上，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地空导弹、空空导弹的导引头也在进化，现有的干扰手段是否奏效还是个未知数。这件事情也提醒我们军事技术的竞争是没有止境的，敌人在磨刀，我们也必须磨刀。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